日本我覺得還是蠻舒服待的，就是不說政治層面上啊，就是單純按旅行體驗感來說，還是比較還舒服的。給你们看日本的一個我在日本逛街看到一個，就是有意思一個事兒啊。我在等我姐那個出站，然後在旁邊看到一對小情侶在吵架，是個彎彎人。他們就是女生說啥來着？反正好像是男生把女生惹生氣了，然後女生在那邊上一直在說這個男生。這個男生有一個讓我非常震驚的一個事兒。他說什麼？說你要我怎麼樣？然後自己走了。他走了，真的，我旁邊看愣住了。他走了，他沒管女生走了，然後5分鐘之後他又回來了。然後這女生說：“你能不能情緒穩定一點？說你能不能像個大人一樣，我們把事情解決了，不是你大吼大叫能解決的事兒。”我覺得說了一點問題沒有，對吧？非常正確，而且，我給你演這個東西我很難講。我操，這他媽！我看一下，我得找個地方給你演一下，很有意思。看一下這邊能不能看。假如這個是那個廣告牌，那個男生本來是這麼跟女生說話的，然後就是湊着錢，然後再吼他，那這個女生就是這麼靠着看着他，然後他說你們像大人一樣。那個男生破防了，他跑了。後面這哥們兒回來之後被女生直接轉過來說：“你能不能像大人一樣處理一下自己的情緒吧？”這個男生就這麼，就是很像初中生、高中生那種被老師屌的那種小孩子一樣，很有意思。被老師屌的，就是你看着他怎麼樣？我們现在回家，我們回酒店。我餓了，他餓了，這個時候他餓了。然後自己哼哧走了。我在旁邊，我說這他媽還不分？這他是有啥把柄呢？這還不分？跟小孩子有啥區別？而且我要分的話，在他走的第一瞬間就已經結束了，沒有後面的事兒了。東京好不好玩？好玩，但是玩久了就那樣啊。只能說你不咋去的話還蠻好玩的，就是去多了我後面不知道去哪。女生後面跟着他後面走了，就2個互不搭理的走了。因為是他們應該是一起，很多人有朋友共友一起來玩的，他們好像去找他們朋友去了，聽的話好像是這樣。但我覺得那個女生就是很厲害啊，就是她知道她在幹什麼，而且她知道這個最終的目的是什麼。所以她說你能不能解決事情，就像大人一樣解決事情，而不是先把情緒先丟出來。那個男的就是纯腦子不行。我洗杯子，我想喝水，好乾，因為空調開的有點悶悶的、乾乾的，而且一直在說話。這是我那天去中醫館，醫生讓我泡的水，他說這個東西你要熬夜的話，你要多喝。沒有，我怕那個男的揍我。因為我感覺那個男的情緒太不穩定了，而且那天我穿得很好看，我穿得很帥，
我才不想那么跟那种傻逼人说话。那天我就是到什么程度，我在日本去了2、3次了，对吧？我第一次被日本女生搭讪，就你们知道日本的女生她是非常含蓄的，然后她们就是不太会說話的，特別是跟陌生人說話，是更別說搭訕了。就那個女生，我過馬路過完之後，然後站在邊上，我在看我的地圖，拜，然後她說，然後她那個就是拍了一下我的手，然後跟我嘰里咕嚕說一大堆，說日語，我一句我也聽不懂，我就跟她說 Can you speak English？ 她說哦，然後後面還哽住了一下，她說，然後後面還問了我，就說你是模特嗎？我說是的，然後她說很帥，然後就沒了。她跟我說話的時候人都在抖，她嘴巴也在打顫。是的。反正蠻有意思的，不知道我說中文他肯定不會說中文啊，他說英文起碼我能聽得懂啊。咱今天不聊工作，可能也是沒招了，因為碰見不會日語的也是沒招了。會說英語嗎？我一般吧，英語也不咋地。我沒有什麼語言天賦，這我承認。我們真的沒有什麼語言天賦。因為我現在我不是在學日語嘛，我真的發現我就是記憶力不好，就是我記不住。懂我意思吧？我記不住，我覺得就是你讓我寫數理化我 OK， 但你讓我記東西我有點難。就我的天賦點不在這兒。哎呀，累了。在休閒是沒不是，那個有點像剛畢業的，就是剛在工作的，或者說還沒怎麼進入到工作的日本女生。是的，語言環境還是很重要的，我覺得。拒絕，他自己走啊，我沒有拒絕，他自己走了。當然不會啊。